大婚当日，我丈夫的白月光却以死相逼。殿下，不好了，阿如姑娘穿着嫁衣上吊了。给乳娘一些银钱养老，好生安葬阿如。乐瑶，我们继续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一句轻飘飘的继续，换来的是我5年生不如死的囚禁。他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我头上，逼着我在白月光的牌位前磕头认罪。给我磕，磕到阿如原谅你为止。如果不是你们谢家势大，我怎会娶你？阿如又怎会被你们逼得在新婚当天上吊？给我磕！最后，他诬陷我父兄通敌叛国。我愿意赎罪，求你放过我的父兄。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，这就是你们谢家跟我作对的下场！醒醒！谢乐瑶，这都是你欠我的！不要啊！老天有眼，我重生回到了和他大婚的这一天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欠了我要让他连本带利亲自来还。乐瑶，乐瑶，姑来接你了。上一世我委曲求全，却赔上了自己和整个谢家，落得个满门抄斩、吐血而亡的下场。这一世，这只手再也别想困住我，我要让整个谢家好好活着。手怎么这样凉？姑给你暖着。我被萧慈牵进了喜堂，丫鬟朱香扶着我的手臂，我与她快速低语了几句。朱香，按计划行事。朱香眼光一闪，默默退下。一拜天地！殿下，不好了，阿如姑娘穿着嫁衣上吊了。来了。太子手中牵着的红绸瞬间一松，落了地。阿如姑娘和殿下青梅竹马，请殿下救救她吧。他怎么这么想不开？我明明和他说过，待我成亲后会给他一个名分。太子转身便要冲出去，差点被红绸绊倒，才反应过来，今日是他大婚之日，来贺喜的宾客可都是朝中大臣。他若一离开，明日弹劾的奏折就会堆满皇帝的案几。于是他收住了脚，看着我。乐瑶，我先去看看阿如，等回来再与你拜堂。你我婚事已定，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。殿下，人命关天，不如我陪你去看看吧，毕竟这也是东宫内宅之事。好，大婚拜堂到一半，太子太子妃竟携手去看一个乳娘之女，这等天下奇闻，惹得身后的宾客窃窃私语。院子里，阿如一身正红嫁衣，刚被人从白绫上解下来。我只想和你拜一次堂，哪怕只有一刻也好啊！我真的太想嫁给你了。好了，我来了，没事了，有我在呢。就在这时，阿如突然拉着萧慈的手按在了自己的肚子上。太医说我已经怀了您的骨肉2个月了，我不想孩子生下来被人骂野种，才一时想不开的。萧慈脸上瞬间涌上惊喜。真的？你真的怀了我的孩子？太好了！萧慈紧紧搂着她，满脸心疼的哄着，眼里完全没有半分对我的愧疚。我手里御赐的东珠串哐当一声散落在地，踉跄着后退半步，被身后的嬷嬷扶住。太子殿下，我以为她只是东宫的一个宫女，你却告诉我她怀了你的骨肉。看着他们，我一句句逼问。所以你们两情相悦，私相授受，连孩子都有了，却还要哄着我谢家接下圣上的赐婚。太子妃，不关殿下的事，是他那日喝醉了，把我当成了你，才犯下错事。重活一世，再看他这惺惺作态的模样，仍旧令我恶心。我抬手便是一巴掌，清脆的耳光声瞬间压下了满堂议论。满口胡言！太子殿下何等身份，岂会做出这酒后乱行之事？我一巴掌甩在撒谎的阿如脸上，萧慈瞬间变了脸。他一把将阿如扶起来，护在怀里，抬眼看向我，语气里满是冰冷不满。谢乐瑶，阿如怀了我的孩子，你要是敢再动她一下，我定不饶你。阿如她命苦，没投生在权贵之家，可在姑心里，她和你没有半分贵贱之分。没有贵贱之分，可他这一护便将我定在了恶人的位子上。沈玉茹眼角带泪，但嘴角微扬，周围宾客议论纷纷。萧慈眼神冰冷如淬毒。你不过是命好，托生在了谢家。若不是你父兄手握兵权，就凭你也配站在这里做姑的太子妃。今日阿如差点一尸两命，全都是因为你。若不是靠着我谢家的兵权，他这个太子之位早被掀翻了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可笑至极。这太子妃之位是圣上亲口御封，昭告天下的。你今日当众抬举一个来历不明的婢女，打的是我谢家的脸，踩的是圣上的颜面。我仰着头与他对视，字字铿锵。你这是想抗旨，还是想造反？
我眼神一厉，指着萧慈质问。萧慈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圣上派来的官礼使脸色大变，周围宾客瞬间议论起来。你既然有孕在身，大婚前有千百次机会禀明太子，却偏偏挑在大婚拜堂的当口寻死觅活。阿如姑娘，你这一跪一哭，演的可真是好戏啊！阿如眼神躲闪，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哭得浑身发抖。奴婢是听丫鬟说，太子妃善毒狠毒。阿如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给侍妾灌绝子汤，奴婢怕保不住殿下的骨肉，才出此下策。萧慈瞬间狠狠瞪向我。谢乐瑶，姑念你是结发正妻，处处忍让，你竟敢对姑的骨肉下此毒手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我看着他微微一愣，随即气急反笑。我收住笑，好得很了。一步一步逼近阿如。既然是丫鬟嚼的舌根，阿如姑娘，阿如吓得浑身发抖，往萧慈身后躲。当着满堂宾客，把那丫鬟带上来对质。我的目光死死定在阿如那张脸上。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编排太子妃？是哪只手在背后推的浪？我把所有人都带回了喜堂，再次逼阿如交出那个嚼舌根的丫鬟对峙。她却支支吾吾半天，连个名字都说不出来。我没看清是哪个丫鬟，许是我听差了。在场的夫人们瞬间撇了嘴，窃窃私语议论着阿如的小伎俩，满脸不屑。就在这时，太子的乳母突然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。求太子妃开恩，求太子妃给阿如一个名分吧，她跟着殿下这么多年，不能无名无分啊！你身为太子妃，竟让我的乳母跪着求你，谢家就是这么教你的。你容不下阿如如此跋扈善妒，如何做未来的皇后？你若忍不了，便自请下堂吧。上一世他为了这个女人，害我谢家满门抄斩的画面瞬间涌上我的心头。上一世谢家满门被冠上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在刑场被斩首示众。我惨死的那晚，他还拿着阿如的牌位，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在了我的身上。我看着眼前这对惺惺作态的苦命鸳鸯，突然勾起嘴角笑了出来。我抬起手，缓缓拽下了凤冠上那颗最大最耀眼的东珠，动作从容不迫。那颗圆润的东珠从我的手中滑落，重重砸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殿下如此情深意切，我怎好拆散有情人？正好我与殿下6礼未成，还算不得夫妻。阿如姑娘穿着嫁衣，不是现成的新娘子吗？谢家与东宫的婚事就此作罢，这太子我不嫁。话音落下，满场宾客瞬间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诰命夫人们瞪大了眼睛，议论纷纷。谁也没想到，我竟然敢当众拒婚。萧慈也愣在了原地，嘴巴微张，满脸不敢置信，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做。一旁的阿如也愣在了原地，脸上的得意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脸慌乱。谢乐瑶，你竟敢抗旨不遵！这婚事是皇上御赐的，你敢说不作数就不作数！我冷笑一声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他，对于他的威胁没有半分惧色。朱香快步上前，站在我的身侧，警惕地看着周围的东宫侍女，随时准备护我周全。几名东宫侍卫上前一步，想要阻拦我离开，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。就在这时，院门外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带着一股肃杀的气息。礼堂内所有人同时转头，齐刷刷看向院门口的方向，连萧慈也停下了呵斥。一道浑厚的男声从院门外传来，声音洪亮，带着沙场征战多年的威严。我当众拒婚，萧慈正拿抗旨压我，父亲的声音突然从礼堂门外传来：纵是抗旨，我谢家也绝不应允。父亲大步走到我身边，将我护在身后，目光如炬地看向脸色骤变的萧慈。我谢风亭征战沙场数十年，替圣上守国门，可绝不能让我的女儿任人如此欺凌。太子在大婚之日与乳母之女苟且珠胎暗结，当众打我谢家的脸，这个太子妃谁爱当谁当，我谢家女高攀不起。你们敢抗旨？若是父皇怪罪下来，你们谢家担当得起吗？哼！明日我自会去圣上面前请罪，告诉陛下是我女儿无福，当不得这贤惠的太子妃。愣着干什么？接大小姐回府，把咱们谢家的嫁妆全抬回去。是。一众谢家侍卫准备抬回嫁妆，接我回府。看着父亲宽厚的背影，我的眼眶瞬间红了，猛地扑进父亲怀里，紧紧抱住他。积攒了2世的委屈瞬间爆发。上一世，父兄为了我能坐稳太子妃之位，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，最终谢家落得通敌叛国的罪名，满门抄斩，无一幸免。如今再见到安好的父兄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哭着说出了心里话：爹爹，女儿不嫁了，我要回家。萧慈看着我们要走，看着谢家开始抬嫁妆，急红了眼，再也维持不住太子的体面。谢乐瑶，你今日踏出东宫大门，这辈子都别想再回来。听到他的威胁，我身体一顿，慢慢从父亲怀里抬起头，擦干了脸上的泪水。我缓缓转过身，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半分留恋，只有彻骨的冰冷。今日我谢乐瑶踏出这东宫大门，此生
绝不再踏入东宫半步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萧慈听到我的誓言，脸色瞬间煞白，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不敢置信与慌乱。父亲扶着我的肩膀，转身朝着礼堂大门走去，兄长紧随其后，护在我们身侧。谢家侍卫抬着一箱箱嫁妆，跟在我们身后，浩浩荡荡地走出了东宫大门。父兄带着我回了忠永公府，母亲早已在门口等候。母亲红着眼眶，快步迎上来，一把抱住了我。瑶儿，我的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族里的亲友们都围上来安慰我，没人怪我拒婚，大家都骂萧慈眼盲心瞎，为了个婢女得罪了谢家。而另一边，东宫的闹剧早已传回了皇宫，皇后气得浑身发抖，猛地一拍桌子，砸了一地的茶盏。糊涂！这个孽障，为了个卑贱的沈玉茹，竟得罪了忠永公府。本宫辛苦为他筹谋的婚事，就这么被这个贱人毁了。他以为怀了个孩子就能登堂入室了。来人，把沈玉茹那个贱人给本宫拖过来，让她在宫门前跪着反省。是，娘娘。宫女们来到东宫拿人时，阿如还在梳妆台前梳妆。几名宫女走进寝殿，走到她面前，要带她去见皇后。你们敢动我，我肚子里怀着皇长孙，太子殿下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这时，皇后的贴身嬷嬷走了进来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阿如姑娘，皇后娘娘说了，你坏了太子的婚事，罪该万死。你若是不跪着反省，那就直接拖去大牢。阿如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再也不敢多说一句。两名宫女上前架着她走出了东宫寝殿，她被押到皇后宫门前，顶着烈日跪在滚烫的石板上。宫门前人来人往，嫔妃命妇们对着她指指点点，她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任何人，心里充满了怨恨。可她不知道更大的报应还在后面等着她。阿如在宫门前罚跪，受尽了来往宫女太监的嘲讽。与此同时，父亲和兄长身着朝服，直奔皇宫而去。两人跪在御书房内，字字恳切地向皇上请旨取消婚事。陛下臣教女无方，小女不堪处妃之责。听闻太子已有心爱之人，还有了身孕，小女不愿插足其间，只求陛下恩准取消这门婚约。皇上沉着脸，转头看向了站在一旁的太子萧慈。忠永宫谢家女连女则女训都不曾休息过，姑氏储君三妻四妾本就是寻常事，她竟为了一个侧妃就要退婚，简直跋扈成性，不堪大任。听到这话，兄长瞬间怒了，猛地抬起头看向萧慈。殿下，您身为储君，本该为天下表率，却因色迷心窍，宠妾灭妻，乱了嫡庶尊卑，这才是祸事之源。萧慈背对得哑口无言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姑的太子妃多的是人抢着做，你们家女儿既然没这个福分，那这婚约取消便取消。父亲听到这话，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。谢陛下，既然太子殿下已然同意，还请陛下即刻下旨取消婚约。皇上看着萧慈这副模样，脸上露出了深深的失望。他最终咬牙下旨，准了谢家退婚的请求。父亲和兄长接过圣旨，再次叩首向皇上谢恩。两人拿着圣旨，喜气洋洋地走出了御书房。萧慈阴沉着脸，也跟着走出了御书房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小太监快步跑到他面前禀报：太子殿下，阿如姑娘被皇后娘娘罚在宫门前跪着，看样子很虚弱。听到阿如被罚跪的消息，萧慈的脸色瞬间大变，他猛地转身，朝着凤仪殿的方向快步跑去。他接下来的举动，直接让皇后对他彻底失望。真是愚不可及。皇后为了给萧慈选新太子妃，在宫中设宴款待南楚使团。我也跟着母亲入了宫，随着众人一起朝着湖心亭走去。刚走到湖心亭，就看见阿如带着宫女坐在里面，一副东宫女主人的样子。她看见我，立刻笑着站起身，朝着我走了过来。谢小姐，好久不见，可惜今日太子殿下不在，不然还能和你叙叙旧。听说谢小姐至今还没定下亲事，不会是还在等着殿下回头吧？皇后娘娘马上就要给殿下选新的太子妃了，谢小姐就算想回头认错，怕是也没机会了。我脸上没有丝毫怒意，只是淡淡一笑，转身走向了亭内的石凳。我慢悠悠地坐下，整理了一下裙摆，抬头看向站在原地的阿如。原来玉茹姑娘知道今日是太子选妃的日子，只是封侧妃的圣旨还没下来，我倒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才好。阿如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双手紧紧攥住了自己的衣角。我看皇后娘娘和南楚公主聊得投缘，说不定这太子妃就要定下来了。听到这话，阿如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更加嚣张了。定下太子妃又如何？太子说了，这辈子只爱我一个，娶再多回来也不过是个摆设。不管谁进了东宫，都要以我为尊。我端着茶杯轻轻抿了一口，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只觉得可笑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爽朗的女声从我们身后传了过来。她直接走到亭中央，目光冷冷地落在了阿如身上。哦，本宫倒是不知道，这东宫什么时候轮得到一个乳母之女来做主了？阿如背对的哑口无言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她看着嚣张的阿如，
当场下令要好好教教他什么是规矩。南楚公主走进湖心亭，听见了阿如刚才的狂言。这位小姐是何人？席间未曾见过，敢问是哪家的贵女？主，她哪里是什么贵女，不过是太子乳母的女儿，就是那日搅黄太子大婚的狐妹子，仗着太子的宠爱，无法无天了。公主脸上的笑容瞬间收了起来，眼神变得冰冷。乳母之女，那不就是个下人？我们这些命妇贵女都站着，你一个下人竟敢坐着，还不起来给我行礼？你敢让我给你行礼？我肚子里怀着太子的孩子，稍有差池，你们都是死罪！哼，死罪！本宫教导一个下人规矩也能算死罪？来人，给我掌嘴！公主的2名女使立刻上前抓住了阿如的胳膊，女使扬起手，狠狠甩了阿如第一个耳光。2人左右开弓，连续甩了阿如10几个耳光。她的脸颊瞬间高高肿起，神情狼狈不堪。阿如彻底疯了，一把推开了抓住她的女使，她抬手拔下头上的金簪，紧紧握在了手里。你这个南蛮子，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众人都惊呆了，公主下意识地侧身躲闪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金簪划伤了她的脸。我见状，立刻快步上前，抓住了阿如拿着金簪的手腕。她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拼命挣扎，想要挣脱。她死抓住我的胳膊，猛地向后一倒，竟拽着我一起朝着身后的湖里倒了下去。我自幼熟悉水性，可她却死缠住我的手脚不放。她的力气大得惊人，带着我不断往湖底坠去。就在我意识模糊之际，沈恒纵身跃入了水中，他一把扯开阿如，将我从他的束缚中救了出来。沈恒抱着我，一步步走上了湖边的青石岸。皇兄，快给谢小姐披上。是他刚才救了我。医女提着药箱赶来，立刻蹲下身给我进行急救。经过一番急救，我猛地咳出了一大口湖水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终于从昏迷中缓过了气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了阿如尖利的哭喊声响了起来。她扑通一声跪倒在萧慈面前，死抓住了他的衣摆。太子殿下，都是谢乐瑶，是他怂恿南楚公主打我，还故意把我推下水，想害死我们的孩子。求殿下为我和孩子做主。萧慈听到他的话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眼里满是杀意。他猛地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看向了躺在地上的我。谢乐瑶，当初是你自己不愿意做太子妃，如今你后悔了，也不该拿阿如和我的孩子撒气，谋害皇嗣可是死罪。太子殿下，你是说我皇妹在说谎？湖心亭里发生的一切，本王看得一清二楚。难道我皇妹为了诬陷一个婢女，自己划伤了脸？萧慈还想嘴硬，可沈恒的气场压了他喘不过气。沈恒接下来的话，直接让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太子殿下，你是说我皇妹在说谎？萧慈顺着沈恒的目光看去，转头望向不远处的假山旁，果然看见尚书大人和大理寺丞站在不远处，脸色严肃地看着他。他瞬间清醒了，南楚使团此行关乎两国邦交，若因阿如引战，他连性命都保不住。贱人，你竟敢撒谎，污蔑公主和谢小姐害你，还不赶紧给公主跪下道歉！你打我，萧郎，你为了他们竟然打我，还不赶紧道歉？你想等父皇知道了，下旨赐死你吗？你以为太子会为了你得罪南楚皇族？你不过是个奴婢的女儿，我碾死你，就像碾死一只蝼蚁。阿如瞬间破防，整张脸扭曲变形，猛地伸手狠狠推了出去，在众人眼里却成了我好心相劝，他却恩将仇报，差点把我推下湖。沈恒飞步上前，一把拦住即将落水的我，将我稳稳拉回怀中。阿如听到赐死二字，整个人如同被抽去了骨头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。说完，他立刻换上谄媚的笑容，走到沈恒和南楚公主面前，连连躬身道歉。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阿如身上，仿佛刚才那个要为阿如出头的人根本不是他自己。若是今日不给公主一个交代，本王便亲自动手讨回公道。萧慈被沈恒的一句话逼得退无可退，脸色惨白，嘴唇止不住地发抖。湖心亭中局势彻底逆转，沈恒护在我身前冷眼逼视，萧慈被逼到亭柱旁无路可退。萧慈背靠着冰冷的亭柱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，手指死扣着身后的石缝。阿如看着萧慈冷漠的侧脸，终于明白他已经彻底被抛弃了。南楚公主缓缓走上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阿如，手指绕着边梢，不紧不慢。萧慈靠在亭柱上，看着南楚公主一步步逼近阿如，脸上的表情从恐惧一点点扭曲成绝望。你水性杨花，你们都是南蛮子！南楚公主被他这番话彻底激怒，手中长鞭嗖的一声甩了出去。你太吵了，太子不愿意给本宫做主，本宫就自己讨回公道。我的脸被他划伤了，我要他100倍奉还。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行100鞭刑。鞭子再次落下，凌厉的鞭锋狠狠抽在阿如身上，不管他如何尖叫躲闪，每一鞭都结结实实地落在他身上。阿如的惨叫声在湖心亭里回荡，衣裙被抽得破开多处，瞬间皮开肉绽。
萧慈站在一旁看着阿如受刑，脸上满是不忍与心疼，想要冲过去阻拦。你想为了这个贱人惹怒南楚，引发两国战火吗？刚打到20边，阿如的惨叫声就渐渐弱了下去，双腿间涌出了鲜血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殿下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萧慈再也忍不住，一脚踹开了行刑的宫女，可一切都晚了。太医被匆匆带进湖心亭，快步走到阿如身边，蹲下为她诊脉。太医诊脉后，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，收回了手。殿下，姑娘腹中的孩子已经保不住了。萧慈听到太医的话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。阿如听到太医的宣判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双手死死捂住肚子。萧慈转头看向血泊中的阿如，又看向冷着脸的南楚公主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湖心亭中一片死寂，阿如瘫在血泊里，萧慈呆立原地，周围的命妇们交头接耳。萧慈终于从巨大的打击中回过神来，颤抖着蹲下身，想要伸手触碰阿如，却连伸出手的勇气都没有。南楚公主收起长鞭，冷冷看了一眼地上的一对苦命鸳鸯，转身负手离去，只留给他们一个冷漠的背影。南楚公主见阿如小产，并未继续深究，只放话会将此事写信报知南楚皇帝，交由两国朝堂定夺。你好自为之。当晚，阿如躺在东宫的床榻上，捂着刚小产的小腹，哭了整整一夜。直到天光大亮，萧慈始终没有踏入这个院子，连一句敷衍的安慰都没有给他。第二日天还没亮，萧慈身边的总管太监就带着人闯进了阿如的院子。奉太子殿下令，将沈氏与乳母连夜迁出东宫，京郊小院已备好，即刻启程。殿下呢？我要见殿下，他说过要给我侧妃之位的。姑娘，殿下慈悲，给你留了一条活路。若是等皇上的圣旨下来，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他最终还是被强行拖出了东宫，塞进马车，送往了京郊的偏僻小院。阿如在京郊的小院里，日复一日地坐在院门口，等着萧慈接她回东宫。他等了一天又一天，没等来萧慈的人，却等来了太子即将迎娶赵尚书嫡女的大婚消息。他不敢置信，疯了一样朝着东宫的方向狂奔而去，要找萧慈问个明白。他冲到东宫大门前，却被守门的侍卫像赶疯狗一样狠狠推开，重重摔在地上。侍卫们厉声骂他是疯子，不许他靠近东宫半步。他的所有幻想在这一刻碎得彻底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等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小院，太子的总管太监早已带着人等在那里。石桌上摆着2样东西，一张足够他安稳度日的银票，还有一瓶封得严严实实的鹤顶红。殿下说了，银票和鹤顶红，你只能选一样。前尘往事，姑娘不必再提了。阿如看着那瓶毒药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终于看清了萧慈的绝情。他突然放声大笑，笑到泪流满面，终于明白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是太子的一颗弃子。就在这时，小院门外传来了小厮的议论声，字字句句都飘进了阿如的耳朵里。他听到了谢乐瑶被赐婚给南楚三皇子沈恒的消息，整个人瞬间僵住，瞳孔骤缩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可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样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惨然一笑，抓起桌上的鹤顶红，打开瓶塞，将整瓶毒药一饮而尽。阿如饮毒自尽，临死前才得知我被赐婚给了南楚三皇子沈恒。阿如的死讯传到忠永公府时，我正坐在暖阁里，让朱香替我染指甲。小姐，沈玉茹死了，喝了鹤顶红，尸首被扔去了乱葬岗，东宫连口薄棺材都没给。我看着指尖的鲜红，嘴角勾起一抹淡笑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没有半分惊讶。上一世，他仗着太子的宠爱，在东宫呼风唤雨，将我谢家的尊严狠狠踩在脚底。我惨死的那晚，萧慈还拿着他的牌位，将沈玉茹满门的血债全都算在我的头上。这一世，他连个侧妃的名分都没捞到，就被自己爱了一辈子的男人亲手赐死，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，这就叫自食恶果。小姐，您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大小姐，前厅来圣旨了，老爷夫人让您赶紧去接旨。我跟着父母来到前厅，跪在他们身后，听着圣旨上的一字一句，字字清晰入耳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忠永宫之女谢乐瑶端庄淑慧，今为解两国秦晋之好，特将其赐婚于南楚三皇子沈恒，则即日完婚。皇上竟为了解两国秦晋之好，将我赐婚给了南楚三皇子沈恒，做他的正妃。父亲双手接过圣旨，脸上虽带着笑，眼底却满是对我远嫁异国的不舍与担忧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眼眶瞬间就红了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，满是对我的心疼。娘，您别哭，女儿没事的。南楚虽远，女儿定会常给您写信报平安的。前厅内众人各司其事，父母满心都是对我远嫁的担忧，全然没了接旨时的喜气。我正低声安慰着母亲，前厅门口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门房小厮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。老爷、夫人、小姐，
南楚三皇子殿下已经递了拜帖，亲自登门拜访了。父亲母亲听到消息，满脸错愕，显然没料到沈恒会在圣旨刚下的当日就亲自登门拜访。我听到消息，却没有半分惊讶，嘴角勾起一抹了然的淡笑，早已料到他会来。忠永公府大门外，沈恒早已带着随行侍卫等候在此。他抬眼看向忠永公府的大门，眼底带着势在必得的笃定与毫不掩饰的欣赏。赐婚圣旨刚下，沈恒便不顾一国皇子的身份，亲自登门来拜会我的父母。沈恒身姿挺拔，气宇轩昂，一进正厅就按着晚辈规矩恭恭敬敬行礼。今日圣旨刚下，本王便贸然登门，一是拜会岳父岳母，二是想给乐瑶吃一颗定心丸。说着，他从袖中取出一枚通体碧绿的玉佩，这是南楚皇室嫡系的信物，也是他母妃的生前遗物。今日我将它交与公爷，在此立誓，此生必不负谢乐瑶。若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父亲的手微微颤抖，接过了这枚沉甸甸的玉佩，眼里的警惕与担忧终于散去了大半。坐在一旁的母亲看着沈恒的举动，眼眶微红，脸上终于露出了放心的笑意。沈恒的目光这才落在我身上，深邃的眼眸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欣赏与笑意。谢小姐聪慧果敢，本王倾慕已久。那日在湖边，你说这辈子都不会嫁进东宫，太子是个什么货色，你心里清楚。既然你不要他，那便由本王来娶你。只是你可别后悔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毫不避讳。殿下多虑了，我谢乐瑶做事从不后悔，只是南楚路远，夺敌凶险。殿下若是护不住我，我可是会自己动手的。沈恒先是一愣，随即朗声大笑起来，眼里的欣赏更盛，显然是被我的性子戳中了心意。好，本王就喜欢你这般直爽的性子。有本王在一天，这天下就没人能动你。看着他眼底的真诚与坚定，我嘴角终于勾起一抹浅浅的笑意，悬着的心彻底落了地。我们在正厅里相谈甚欢，父母看着沈恒的眼神也越来越满意，彻底认可了这个未来的女婿。可东宫之中，萧慈得知我被赐婚给沈恒的消息，瞬间暴怒。他不敢相信，那个曾经满心满眼都是他的谢乐瑶，竟然要嫁给一国的皇子，成为他此生都无法企及的人。当场就掀了桌子。他看着满地狼藉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若是当初他没有负了谢乐瑶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你竟敢嫁给沈恒！一旁的内侍吓得跪倒在地，浑身颤抖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忠永公府，沈恒起身告辞，父母亲自送他到门口，而东宫中的萧慈此时已经歇斯底里。萧慈得知我被赐婚给南楚三皇子沈恒，当场崩溃，悔不当初。但他最终还是听了皇后的安排，答应娶赵尚书的嫡女赵婉为新太子妃。大婚当日，东宫张灯结彩，百官观礼，可他全程都没有半分新郎的喜色。大婚之夜，他拿着喜称站在床榻前，心里却装着别的女人。他挑开红盖头，看着赵婉明艳的脸，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却全是我的模样，是我大婚那日穿着嫁衣，清冷又倔强，全心全意奔赴他的模样。他心里清楚，若是那日我没有悔婚，此刻坐在床榻上的本该是全心全意待他的谢乐瑶。赵婉何等精明，只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不在焉与言不由衷。殿下今日大喜，怎么眉头紧锁？莫不是还在想着那个被你赐死的沈玉茹，还是说在想那位退了婚的前太子妃谢小姐？你胡说什么？他根本不怕萧慈的怒火，施然起身，把玩着酒杯，继续戳穿他的伪装。殿下何必瞒我？我赵家在京中经营多年，想知道点什么，还是难事。殿下为了平息南楚的怒火，亲手赐死了怀着你骨肉的沈玉茹，如今又对着我这个心腹心不在焉，怎么是觉得我赵婉儿比不上谢乐瑶，也比不上一个卑贱的婢女？萧慈被他句句戳中了最痛的地方，瞬间怒火中烧，胸腔里的火气几乎要喷薄而出。可他看着眼前的赵婉，满腔的怒火却半点都发作不得。他已经失去了谢家这个最大的助力，若是再与赵家交恶，他的太子之位就真的岌岌可危了。他最终只能咬着牙饮下合卺酒，半点都不敢违逆这门能保住他权位的婚事。他拂袖而去，甚至未曾和太子妃圆房。赵婉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嘴角的冷笑更盛，眼底的傲气与冷意几乎要溢出来。萧慈在书房枯坐了一夜，烛火燃尽了一根又一根，越想越后悔，我去书房休息。越想越不甘。他一遍遍想起我为他做的一切，想起谢家满门的全力支持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就在他悔不当初时，却不知道门外的赵婉早已听尽了他所有的悔意，布好了算计的局。他对着贴身宫女低声吩咐，而他接下来的举动更是打了萧慈一个措手不及。
新太子妃雷霆手段清剿东宫，萧慈被拿捏得死死的，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。萧慈新婚之夜丢下赵婉去了书房，第二日一早就出了事。第二日一早，东宫就传出了阵阵惨叫。赵婉以请安不敬为由，将萧慈平日里宠幸的2个侍妾当场杖责20，直接扔进了柴房。不过3日，他便以雷霆手段清算了东宫所有旧人，将内宅大权牢牢抓在了自己手里。萧慈下朝回来得知此事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冲进寝殿就要找赵婉质问。赵婉儿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太子？殿下这是怎么了？为了几个贱婢就要跟臣妾翻脸？殿下若是为了他们跟臣妾闹僵，那我父亲递上去的折子，保举殿下主理户部清丈田母的差事，能不能落到殿下头上，可就不好说了。清丈田母是能在皇上面前正表现的肥差，萧慈太需要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。被赵婉儿一句话戳中软肋，他只能硬生生咽下这口气，再也不敢提侍妾的事。可他越是退让，赵婉儿就越是步步紧逼。朝堂上，赵尚书也处处算计，赵家人只想从他身上捞好处，半点不肯像谢家那般毫无保留地支持他。夜夜独对冷灯时，萧慈总会想起我。想起我从前看他食言里的爱慕，想起我事事以他为先的妥帖，想起谢家为了他的储君之位，父兄在沙场浴血奋战，从未有过半分怨言。他终于幡然醒悟，他亲手推开的是能助他坐稳江山的最大依仗，是唯一一个真心待他的人。悔恨像毒蛇般啃噬着他的心，让他坐立难安。殿下，夜深了，您万万不能外出啊！他不顾身边太监的劝阻，铁了心要出门。他从东宫侧门离开，就要连夜赶往忠永公府。深夜的京城街道空无一人，只有他的马蹄声在夜色里回荡。他翻身下马，如同疯了一般，深夜就朝着忠永公府大门闯去。萧慈被拦在忠永公府后门外，被我的兄长云州死死挡住。谢云州，你给姑让开！姑今日必须见到乐瑶。太子殿下请自重，舍妹已许配给南楚3皇子，不日便要和亲远嫁。深夜私见外男，传出去成何体统？殿下不要脸面，我谢家还要。萧慈恼羞成怒，竟当众拔剑，要在忠永公府门前动武。殿下这是要在忠永公府门前杀人吗？萧慈浑身一震，猛地抬头，握剑的手瞬间松开。借着巷口的灯笼光，我看清了他眼底的疯狂，往日意气风发的储君模样荡然无存。他踉跄着朝我走来，伸出手拉住我的衣袖，贴身侍女朱香立刻拔剑出鞘，死死护在我身前，不许他靠近半步。萧慈脚下一软，竟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跪在了我的面前。乐瑶，姑后悔了，姑真的后悔了。那个沈玉茹骗了姑，姑已经把她杀了。姑这就去求父皇，收回和亲的成命。姑休了赵婉儿，让你做太子妃，不做皇后。只要你肯回来，姑什么都给你。我看着他这副卑微疯癫的样子，只觉得一阵反胃恶心。上一世，他踩着我谢家满门的尸骨登上皇位，转头就将我囚在皇觉寺。那座冰冷的皇觉寺困住了我10年，让我尝尽了生不如死的滋味。萧慈，你今日的下场全是你咎由自取。你想要的从来不是我，是能为你铺路的谢家兵权。我的话字字诛心，戳穿了他所有的虚伪与算计。他疯了一般趴在地上，伸手来抓我的裙摆，卑微到了尘埃里。就在这时，巷口传来了密集的马蹄声与晃动的火把光影。来人正是南楚3皇子沈恒，他带着人已经到了巷口。沈恒勒住马缰，冷冽的目光直直落在了萧慈的身上，带着刺骨的寒意。他翻身下马，朝着我的方向大步走来。一场新的对峙即将爆发。沈恒带着一众侍卫从巷口大步走来。她是本王明媒正娶2国国书盖印定下的未婚妻，太子殿下深夜骚扰她是什么意思？沈恒长剑出鞘，剑尖直指萧慈咽喉，周身杀伐之气让周围人不敢出声。你敢在本王面前骚扰她，信不信本王现在就废了你？大不了南楚与北国开战，看看你父皇是保你这个废物太子，还是保北国的江山。剑气森寒，在萧慈的脖颈上划出一道血痕，他吓得双腿发软，知道沈恒真的敢动手。沈恒，你别太过分，这里是北国的京城，不是你的南楚。沈恒冷笑一声，手腕微微用力，剑尖又往前送了半分，几乎要刺破萧慈的喉咙。那又如何？你敢动本王的未婚妻，本王就算在这里杀了你，你父皇也只会笑着给本王赔罪。萧慈吓得脸色惨白，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，再也不敢多说一句，带着身边的太监狼狈不堪地逃出了巷子。看着他如丧家之犬的背影，我心中只觉得无比痛快。沈恒收起长剑，转过身看向我，眼底的寒冰瞬间化为温柔。没被吓到吧？殿下威武，我只觉得解气。乐瑶，从今往后有我在，
谁也不能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听着他郑重的承诺，我看着他眼底的温柔，心里满是从未有过的安稳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就到了我和沈恒大婚的前夕。我身着大红嫁衣，端坐在镜前等待我的新郎。东宫之内，萧慈看着忠永公府的喜庆红绸，眼里的疯狂几乎要溢出来。大婚当日清晨，沈恒的迎亲队伍已经浩浩荡荡到了忠永公府门前。按计划行事，今日本王要让他的大婚变成他的葬礼。东宫暗卫躬身领命，接亲的时辰快到了。10里红妆从忠永公府一直排到了城门口。初8这天天色微明，我便被全福夫人伺候着梳妆开脸，准备出嫁。沉甸甸的九宅凤冠，配着绣满9凤朝阳的大红嫁衣，在晨光里熠熠生辉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哭得肝肠寸断，满眼都是对我远嫁他国的不舍。父亲虽强忍着泪水，可眼底的担忧与不舍却怎么也藏不住。爹娘，女儿不孝，此去远嫁，不能在膝下尽孝。你们一定要保重身子。门外传来及时已到的唱诺，兄长走上前来，蹲下身子要背我出门。我伏在兄长宽阔的背上，眼泪终于忍不住从眼角滚落下来。上一世他也是这样背着我出嫁，可换来的却是谢家满门抄斩的结局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谢家的悲剧在我眼前重演半分。忠永公府大门外，沈恒穿着大红喜服，早已骑在马上等候多时。别怕，瑶儿上了轿，往后余生我都会护着你。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穿过长街，10里红妆轰动了整座京城。路过城门时，我悄悄掀起盖头的一角，朝着城门楼的方向看了过去。城楼之上，那个孤寂的身影正是萧慈。他早已在这里等了许久，他死死盯着我的花轿，眼底是毁天灭地的悔恨与不甘。他看着本该属于他的太子妃花轿一步步走出京城，嫁给了他的对手。我放下盖头，伸手拉上轿帘，再也没有往城楼的方向多看一眼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从我踏出东宫大门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彻底结束了。和亲队伍一路向南，朝着南楚的方向，日夜兼程，稳步前行。可萧慈贼心不死，早已在前方的落雁峡布下了重重埋伏。和亲队伍随行护卫，除了鸿胪4官员，还有谢家为我准备的100名精锐死士，皆由朱香统领。再往前走2日，便到落雁峡了。这里地势险要，两面环山，是设伏的绝佳之地。怕就怕有人披着山匪的皮行刺杀之事。你是说萧慈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他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，也不想让别人得到，既能毁了婚事，又能把脏水泼到二皇子身上。我瞬间明白了其中关窍。那殿下打算如何应对？既然他想玩，本王就陪他玩到底。乐瑶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明日来的人一个都走不掉。第2日清晨，和亲队伍准时出发，缓缓驶入了落雁峡峡谷。峡谷内两面环山，峭壁高耸，马蹄声在空旷的谷中回荡，格外刺耳。我端坐在马车内，手心里扣着一把淬了毒的袖剑，时刻防备着突发状况。朱香紧握长剑，寸步不离护在马车侧方，眼神警惕地盯着两侧高耸的峭壁。队伍行至峡谷最深处，周围的空气瞬间变得死寂，连风声都停了下来。异变突生，巨大的滚石从两侧悬崖边缘松动，正要轰然砸向下方的队伍。滚石砸中前方护卫，马匹受惊疯狂嘶鸣，整个和亲队伍瞬间陷入混乱。无数黑衣人从崖壁飞身滑落，峡谷内瞬间陷入惨烈厮杀。贼人休得放肆！想要靠近小姐，先过我这一关！越来越多的黑衣人突破外围防线，疯了一般朝着我的马车直冲而来。为首的黑衣人已经冲到了马车门前，伸手就要掀开我的车帘，身体前倾，朝着马车内部死死看去。可接下来看到的一幕，让他脸上的凶狠瞬间凝固，整个人愣在了原地。他万万没想到，马车里等着他的根本不是手无寸铁的我，而是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。黑衣人冲到马车前，一把掀开车帘，却不知沈恒早已持剑等在里面。沈恒从马车内飞身而出，手中长剑快如闪电。谢家二郎，随我杀！与此同时，谢家100名死士瞬间脱去外层伪装，露出内里软甲，朝着黑衣人猛扑过去。这些死士都是父亲亲自训练的，个个以一当十，原本劣势的局面瞬间被彻底扭转。我掀开车帘，站在马车门口，看着沈恒在前方浴血厮杀，目光始终不离我的马车。他厮杀再猛，却始终没有离开我的马车超过3丈，护我之心昭然若揭。半个时辰后，战斗彻底结束，峡谷内尸横遍野，只留下了几个活口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那首领死不悔改，牙关紧咬，就要咬破牙中藏着的毒囊自尽。沈恒眼疾手快，瞬间卸了他的下巴，首领疼得满地打滚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走下马车，目光落在他腰间那块磨去花纹的玉佩上，那是东宫暗卫特有的标记。不用问了，是东宫的人。这玉佩的材质是和田青玉雕工，出自内务府，是边缘的暗卫独有的。太子殿下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沈恒闻言，眼中的杀意更盛，周身的寒气几乎要将周围的空气冻结。沈恒一脚将那首领踹到了负责护送的禁军统领面前，
要他给个说法。禁军统领看着地上的刺客与东宫玉佩，脸色惨白，双腿一软，当场跪倒在地。我缓步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惶恐不安的禁军统领，他浑身颤抖，头埋得极低，不敢抬头看我，生怕担下护驾不利的死罪。他猛地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满是惶恐与求生的期待。我看着他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就让他瞬间明白了该怎么做。我一句话点醒禁军统领，让他持谋逆证据800里送回京。禁军统领吓得跪倒在地，我看着他，为他指了一条明路。统领大人莫慌，刺客是东宫的人，自然是太子殿下不忿退婚，刻意报复，想要劫杀和亲使团，破坏两国邦交。这些刺客用的可是北国军中的制式连弩，人证物证俱在。若是统领大人能将活口连弩玉佩带回京城呈交给皇上，想必皇上不仅不会怪罪，反而会记大人一大功。多谢小姐提点，末将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立刻派心腹带着所有证据800里加急连夜送回京。沈恒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轻笑一声，走到了我的身边。你这借刀杀人的手段用的倒是熟练。对付恶狼，自然要用猎枪。萧慈既然敢伸手，我就要剁了他的爪子。上一世，他用阴谋害我谢家满门，这一世我让他尝阴谋反噬的滋味。你放心，这一次我陪你一起，让所有害过你的人都付出代价。队伍在落雁峡休整了半日，便继续朝着南方出发。而京城之中，早已因这份送回的证据掀起了轩然大波。二皇子一党抓住机会，在朝堂之上疯狂发难，弹劾太子。萧慈私挑暗卫，动用军中武器，劫杀和亲使团，破坏两国邦交。桩桩件件都触碰到了北国皇帝的底线。皇上在御书房里大发雷霆，当场下了一道圣旨。皇上震怒，褫夺萧慈监国大权，将他禁足东宫，永不许出。皇上收到萧慈劫杀使团的证据，当场雷霆震怒。早朝之上，二皇子拿着送回的证据，一条条念给满朝文武听，每念一条罪证，皇上的脸色就阴沉一分。父皇，萧慈身为储君，竟私挑暗卫劫杀和亲使团，破坏两国邦交，此等行径与叛国何异？请父皇严惩。二皇子话音落下，满朝文武纷纷出列附议。臣等恳请陛下严惩太子，给南楚一个交代。逆子！真是朕养出来的好逆子！褫夺萧慈监国理政的所有权利，罚他禁足东宫闭门思过，无圣旨永世不得出东宫大门。圣旨传到东宫时，萧慈正在殿中喝酒买醉，看着明皇的圣旨，他瞬间红了眼。不可能！父皇不可能这么对我，都是谢乐瑶害的我！被禁足的萧慈彻底陷入了绝境。赵婉见他失势，对他越发冷淡疏离，甚至暗中向大皇子示好，为赵家留好后路。东宫的人见风使舵，纷纷另寻出路。偌大的东宫竟成了一座冷冰冰的牢笼。他越是被逼入绝境，就越是疯狂记恨我和谢家。在他看来，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因我退婚，谢家不肯支持他。被逼到绝路的他，终于想出了一条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毒计。几日后，京城中突然流言四起，人心惶惶，说我父亲暗中勾结南楚，意图谋反，甚至有人找到了通敌密信。萧慈狗急跳墙，复刻上一世阴谋，伪造密信，诬陷我父亲通敌叛国。为坐实构陷，他安排心腹将伪造密信的流言传遍京城。一夜之间，整个京城流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钟永公把嫡女嫁去南楚，根本不是和亲，是通敌谋反啊！甚至有人在城外破庙，无意间发现了父亲通敌的密信，信中写着待沈恒夺嫡成功，谢家便起兵里应外合。本就生性多疑的皇帝看到密信后，瞬间起了疑心。传朕旨意，着大理寺立刻彻查谢风亭通敌一案，即刻停去谢风亭所有职务，禁足府中无诏不得见人。一夜之间，东永宫府内人心惶惶，上下不安。兄长气得拔剑砍断了院子里的百年老树。萧慈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竟敢用阴毒手段构陷谢家！父亲却依旧镇定，只是眉头紧锁，看着伪造的密信，一言不发。我看着那封伪造的密信，眼中瞬间闪过一丝冷冽寒芒。上一世他用这手段伪造证据，诬陷父兄通敌叛国，害谢家满门。这一世他竟然还敢用同样的招数，真是不知死活。爹，哥哥，这是萧慈的垂死挣扎。他想扳倒谢家夺兵权，他以为这封假密信能定谢家的罪，却不知这是他的催命符。妹妹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应对的办法？我有办法了。萧慈千算万算，也算不到沈恒早已查到他所有阴谋。深夜，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翻墙进入了我的院子，来人正是南楚三皇子沈恒。他连夜赶来见我，他带来了萧慈谋逆构陷谢家的全部铁证。沈恒深夜潜入带来铁证，一个细节就让萧慈的阴谋彻底败露。深夜，沈恒悄无声息地潜入钟永公府，带来了萧慈谋逆的全部证据。
沈恒将大理寺卷宗抄本与拦截的密信全部摆在了我的面前。那封信的笔迹模仿的极像，可信纸却漏了致命破绽。这是蜀中诚心堂旨，除了皇上，只有东宫每年能得赏赐。忠永公府向来节俭，怎会用这种纸写通敌密信？萧慈真是蠢得无可救药，随手拿的纸就是最致命的证据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暗中联络京畿大营的将领，图谋兵权。他想在谢家倒台后接管兵权，这不是构陷是谋逆。我看着桌上的铁证，心中一片平静，再无半分波澜。上一世他用这样卑劣的手段害了我谢家上下138口，这一世我要让他亲手写下的罪证，把他自己送入地狱。殿下，这些证据若是交给二皇子，你说会怎么样？沈恒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朗声大笑起来，直呼好一招借刀杀人。好一招借刀杀人！二皇子早就想把萧慈拉下马了，有了这些铁证，他必然会在朝堂上给萧慈致命一击。当晚，这些证据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二皇子的书房里。东宫之内，萧慈还在饮酒作乐，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浑然不觉。第二日早朝，注定要被写进北国的史书，一场针对萧慈的风暴即将在大殿之上彻底爆发。二皇子朝堂发难，当众拿出萧慈谋逆铁证，满朝文武瞬间哗然。第二日早朝，大理寺卿刚汇报完密信调查进展，尚未查到伪造源头。儿臣有本启奏，有关于伪造密信的重大线索。儿臣已查到，伪造忠永宫密信构陷重臣的，正是废太子萧慈。话音落下，满朝文武瞬间哗然，大殿之内一片议论之声。你说什么？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可有确凿证据？儿臣有铁证，足以证明萧慈构陷忠良、谋逆不轨的全部罪证。二皇子一挥手，身后太监将一叠叠证据尽数呈到了皇上面前。从诚心堂指出入库记录，到伪造笔记的往来凭证，再到谋夺兵权的密信，桩桩件件铁证如山。皇上越看证据，手抖得越厉害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怒意已然到达顶峰。逆子，你这个畜生！朕真是瞎了眼才会立你为太子。萧慈被奏折砸中，瞬间瘫软在地，面如死灰，没了半分往日的骄横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是二皇子陷害我，这些证据全都是假的。假的？萧慈，事到如今你还敢嘴硬狡辩？二皇子冷笑一声，当即下令将萧慈谋逆的人正带上了大殿。草民奴才认罪，是萧慈指使我们做的这一切。两人当场对质，将萧慈伪造密信、构陷忠良、谋夺兵权的所有阴谋全部交代得一清二楚。满朝文武看着萧慈满眼鄙夷，陷害忠良、染指兵权，早已触碰到帝王的底线。铁证如山，人证俱在，萧慈再也无力辩驳，彻底陷入了绝境。皇上看着死到临头还在狡辩的萧慈，终于忍无可忍，怒意彻底爆发。传旨内侍，立刻拟旨，朕要废了这个逆子的所有踪迹。内侍躬身跪地，手中明黄的圣旨即将彻底终结萧慈所有的念想。萧慈看着皇帝决绝的神情，终于明白自己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。传朕旨意，太子萧慈德行有亏，图谋不轨，构陷忠良，祸乱朝纲。萧慈不堪储君之位，即日起废黜太子之位，贬为庶人，圈禁于宗人府最深处，永世不得出。东宫属官全交大理寺严查。父皇，不要！儿臣知道错了，求父皇饶了儿臣这一次。萧慈绝望的惨叫声在大殿回荡，可皇上连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。御林军立刻上前，像拖一条死狗一样，将他拖出了太和殿。父皇，儿臣真的知道错了，父皇开恩啊！太和殿的殿门缓缓关上，彻底隔绝了萧慈所有的求饶与奢望。我站在大殿外的御阶下，听着那道圣旨，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。上一世的血海深仇，谢家满门的冤屈，在这一刻终于彻底洗刷干净。萧慈最终的下场比上一世还要凄惨100倍，皆是他自食恶果。上一世他好歹登上了皇位，当了几年皇帝，这一世连太子位都没保住。消息传开，京中百姓无不拍手称快，痛骂萧慈罪有应得。当初他大婚之日羞辱忠永公府，如今构陷忠良谋逆，真是活该。而宗人府的牢房里，萧慈被关进了最偏僻阴冷的单间，再无半分往日风光，没有了锦衣玉食，没有了前呼后拥，只有发霉的稻草和馊臭的饭菜。谢乐瑶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害了我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萧慈在牢房里日夜咒骂我，可就在这时，一变陡升，那些被他遗忘的上一世的记忆突然如同潮水般开始涌现，两世的记忆在他脑海中疯狂碰撞，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真正的结局。萧慈想起上一世的一切，彻底疯了。都是谢乐瑶，
都是那个女人害的我。就在这时，上一世的记忆突然涌入了他的脑海。他看到了上一世，我的父兄被他诬陷通敌，谢家满门血染法场。他踩着谢家满门的尸骨登上了皇位。你不配拥有子嗣，终身在此抄经祈福。萧慈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他看到了阿如专权乱政，朝堂被搅得乌烟瘴气，南楚大军压境，没了谢家屏障，他节节败退。不，朕的江山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他终于想起来了，想起了自己亲手毁掉的一切。他失去的是本该属于他的整个天下，还有那个全心全意爱他、为他倾尽所有的我和镇守国门的谢家。而这一切都是他为了一个虚伪的婢女亲手毁掉的。2行血泪从他的眼眶滑落，他彻底疯了。我错了，乐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他日日夜夜在牢房里哀嚎，喊着我的名字忏悔。乐瑶，我错了，乐瑶，对不起。他的忏悔来得太迟，而我早已踏上了新的路途。此时的我早已跟着和亲队伍抵达了南楚的都城健康，前尘就愿意了。我的新生才刚刚开始。我抵达南楚，沈恒以最高规格娶我为正妃。乐瑶，我的乐瑶，别走。萧慈在宗人府彻底疯了，而我已抵达南楚健康。臣等恭迎北国和亲王妃驾临。南楚皇帝对和亲极为重视，派百官出城30里迎接。你就是谢乐瑶姐姐吧？我可算等到你了。京里的八卦我都知道，萧慈被废了太子之位，现在都疯了。还有我那个太子大哥一肚子的坏水。看着他明媚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笑了。上一世从未有过这样真心待我的朋友。上一世我困在东宫方寸之地，身边全是算计和阴谋。我与沈恒的大婚在健康办得极为盛大。这就是拒了北国太子的和亲王妃。听说三皇子殿下把她捧在手心里呢。南楚皇室以最高规格亲王之礼迎娶我这位和亲王妃，满城百姓都挤在街边，想看看我这位和亲王妃的模样。乐瑶，从今往后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我沈恒此生唯你一人，绝不纳妾，绝不相负。看着他眼中的真诚，我笑着点了点头。上一世我困于东宫后院，争那点虚无缥缈的情爱，最终家破人亡。这一世我才明白，女子这一生可与爱人并肩而立，共掌乾坤。半个月内把府中所有账目核对清楚，所有规矩重新立起来。不到半个月，我便将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上下无一人不服。江南突发水灾，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，赈灾银两竟不翼而飞。安稳日子没过多久，朝堂上针对沈恒的阴谋悄然展开。陛下，此次赈灾银两全程由三皇子沈恒经手督办，如今银两失踪，他难辞其咎。太子沈渊竟将所有罪责都推到了沈恒的头上。太子挪用赈灾银，反咬诬陷玄甲军贪墨。陛下，玄甲军偏将私吞赈灾银，铁证如山。江南水灾赈灾银失踪，太子将矛头直指沈恒。太子这个小人，主动请缨查案，竟买通了江南巡抚做假账。他把所有罪名全扣在了玄甲军头上，这是要断了殿下的根基啊！父皇生性多疑，此事查不清，玄甲军兵权必然保不住。沈恒坐在书桌后，面色阴沉，一言不发。我端着参汤走进书房，末将告退。殿下在为赈灾银的事情烦心。沈渊这次是有备而来，假账做得天衣无缝。若是查不清楚，玄甲军的兵权怕是保不住了。既然是假账，就一定会有破绽。我谢家在江南一带也有不少暗桩和商铺，这件事交给我来查。沈恒猛地抬头看我，眼中满是震惊。接下来3天，我动用了谢家在南楚所有的暗线。父亲早就在南楚布下了庞大的情报网，不到3天，我便查清了所有真相。赈灾银被沈渊挪用，买了生铁战，码藏在庄园里。他这不是贪墨赈灾银，是在私造兵器，意图谋反。当我把证据摆在沈恒面前时，他眼中满是震惊与钦佩。他看着我，眼中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满是动容。乐瑶，有你在，真好。沈恒拿到证据后，并没有立刻发作，他将目光放在了1个月后的皇家秋猎上。一场针对太子的局将在秋猎拉开序幕。沈渊在秋猎设伏，要刺杀皇帝和沈恒夺位。1个月后，南楚1年1度的皇家秋猎如期而至。父皇，儿臣已安排好围猎事宜，定让父皇尽兴。在他看来，沈恒早已焦头烂额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他不知道，我们早已做好了万全准备，只等他自投罗网。号角吹响，众人策马冲入密林，众人策马扬鞭，冲入了密林深处。我坐在围场的营帐里，喝着热茶，听着暗卫传来的消息。沈渊的所有计划都早已被我们摸得一清二楚。他果然在密林里设下埋伏，要刺杀父皇和沈恒，一举夺位。按计划行事，事成之后保你们荣华富贵。沈恒早已洞悉一切，只
只等着将计就计，收网抓人。不过1个时辰，林中便传来了惨叫和刀剑相击的声音。陛下，不好了！林中出现大批刺客，围住了太子殿下和三皇子。刺客目标是您的御帐。什么？禁军何在？立刻护驾！就在此时，沈恒押着沈渊从林中走了出来。父皇息怒，儿臣并非要挟持大哥，而是大哥他意图谋反，派人在林中设伏，想要刺杀父皇和儿臣。不，父皇，不是我，是他陷害我，父皇明察。皇帝看着眼前的一幕，震怒不已，胸口剧烈起伏。沈恒将沈渊谋逆的所有铁证一一呈给了皇帝。逆子，你这个逆子！铁证如山，沈渊的谋逆之罪无从抵赖。沈渊谋逆，铁证如山，储君之位彻底崩塌。沈渊谋反，铁证如山，皇帝当场废除其太子之位。皇帝看着眼前的证据，越看手越抖，气得胸口剧烈起伏。逆子，你这个逆子！皇帝猛地一脚踹在沈渊胸口，沈渊瞬间瘫软在地，面如死灰。他再也没有了半分之前的春风得意，只剩满心绝望。不可能！我的计划天衣无缝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毁了他所有计划的是我这个北国来的和亲王妃。我谢家的暗线遍布南楚，他的所有计划早就被我们摸得一清二楚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子沈渊谋罪证确凿，即刻褫夺太子之位，打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背后支持他的王氏家族也遭到了彻底的清洗，满门抄斩。经此一事，皇帝对沈恒越发看重，朝堂之上无人敢与他抗衡。半年时间，沈恒在朝堂站稳了脚跟，储君之位已是囊中之物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三皇子沈恒德才兼备，册立为皇太子，入主东宫。儿臣领旨，谢父皇隆恩，册封谢氏乐瑶为皇太子正妃，随太子入主东宫。臣妾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搬入东宫的那一天，沈恒牵着我的手，一步步走上白玉阶梯，他的手心温热，将我发凉的指尖紧紧包裹。站在东宫的正殿前，我俯瞰着这座巍峨的皇城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上一世，我拼尽全力想要坐稳北国的东宫之位，换来的却是家族覆灭，自己惨死在冰冷的皇爵寺里。这一世，我抛弃了烂泥扶不上墙的男人，却在异国他乡踏入了权力的巅峰。乐瑶，往后余生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与你并肩而立。只是这一次，站在我身边的是真正值得我托付终身的男人。沈恒当众承诺，此生后宫空置，唯我一人。启禀太子殿下，殿下入主东宫，当广选良家子，充实东宫，为皇室开枝散叶。臣等附议，请太子殿下广纳侧妃，绵延子嗣。入主东宫第一日，便有礼部官员请奏，让太子广纳侧妃。孤此生唯有太子妃谢乐瑶一人，绝不纳妾，绝不立侧妃。往后再有谁敢提纳妃之事，以抗旨论处。满朝文武哗然，可看着沈恒的眼神，再也没人敢多说一句。消息传回东宫，我正在院子里陪着沈凌赏花。朝堂之上，太子殿下当众立誓，此生为太子妃一人，绝不纳妾。皇嫂，我皇兄对你可真是死心塌地，整个南楚从来没有哪个太子能做出此生不纳妾的承诺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心里却满是暖意。上一世萧辞三妻四妾，为了一个婢女将我踩在脚底。接下来的5年里，我为沈恒生下了一儿一女，他也兑现了所有诺言。谢家在北国权倾朝野，兄长镇守北疆，两国交好，再无战火。北国新帝对兄长极为倚重，两国互通贸易，百姓安居乐业。5年后，南楚老皇帝驾崩，举国哀痛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沈恒登基为帝，我被册封为大楚皇后，入主中宫。我与他并肩而立，接受百官朝拜，站在了权力的最顶峰。他依旧如从前一般，处理完朝政便立刻回中宫陪我和孩子。他兑现了所有诺言，后宫空置，再无其他妃嫔。这一世，他给了我全部的尊重和偏爱，给了我一个真正的家。乐瑶，登基大典已毕，我想陪你回一趟北国的京城，回乡省亲。登基大典过后，他竟要陪我回北国京城，回乡省亲。我与沈恒带着一双儿女，踏上了回乡的路。时隔5年，我终于回到了北国的京城。瑶儿，我的瑶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母亲抱着我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在家中住了几日，陪着家人说了许久的话，我终究还是决定去一趟宗人府。臣等恭迎皇后娘娘驾临。宗人府官员早已跪在门口迎接，官员一路引着我走到了最深处的那间牢房。乐瑶，我错了，我后悔了。听到脚步声，萧慈猛地抬起头，眼里瞬间有了光。乐瑶，乐瑶，你来看我了。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萧慈，我不是来原谅你的。上一世你欠我谢家的，这一世你已经用一辈子的囚禁和悔恨还清了。从今往后，
你我之间两不相欠。萧慈瞬间愣住，随即疯狂摇头，崩溃大哭。不，乐瑶，你别走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把皇位给你，我什么都给你，你别走。我转身离去，再也没有回头。那些前尘往事，那些血海深仇，彻底烟消云散。走出宗人府，沈恒和孩子们正在等我回家。往后的日子，岁岁年年，全是安稳好日子。都结束了。都结束了。我轻轻靠在沈恒肩膀上，闭上了眼。上一世我困于情爱，输得一败涂地，最终家破人亡，惨死黄觉寺中。这一世我挣脱枷锁，亲手改写了命运。我们回家。而宗人府的牢房里，萧慈听着外面传来的盛世太平，终于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。他在无尽的悔恨中结束了自己可悲的一生。沈恒励精图治，精摇国父，与北国修好，边境安稳，而我以皇后之尊设立女学，让更多女子不再只能困于后院，依附男人而活。请皇上广纳妃嫔，绵延子嗣，以固国本。朕的子嗣有皇后所生的太子和公主，足矣。朕的皇后只有谢乐瑶一人。夕阳染红了半边天，远处的万里河山连绵起伏，炊烟袅袅。沈恒牵着我的手，并肩站在皇宫最高处。乐瑶，这盛世如你所愿。